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将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征收不同比例的关税。矛盾的一个关键被指向了一种名为芬太尼的麻醉类药物。芬太尼又被叫做芬坦尼，这种短效镇痛药诞生于1959年，由比利时药学家保罗·杨森首次完成。此前一直被用于麻醉、局部麻醉以及部分疼痛管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药物是医学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这么说一般的观众可能还不明白。简单一点来理解这个芬太尼它的镇痛麻醉效力是同类型产品吗啡的100倍，以至于几乎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剂量就可以减轻剧烈疼痛。然而，大致从1979年开始，芬太尼被当成和海洛因、可卡因一样的毒品，在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和地区大肆流通，导致每年有大量民众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单以美国为例，芬太尼等等合成鸦片类药物的过量服用造成的民众死亡，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在对外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那么，到底什么是毒品？毒品又是怎样被定义的呢？依照维基百科的描述，毒品指的是出于娱乐用途等非医疗目的，使人产生依赖性、反复使用、成瘾的精神活性药物或麻醉药物。毒品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特有的词汇，其他语言比如英文称其为禁药。相对鸦片、海洛因这一类传统的麻醉毒品而言，随着化学技术的不断进化与发展，大量的合成类毒品已经泛滥到难以遏制的程度。毒品的本质原则上都属于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以及那些能够使人成瘾的药品，在不同作用下通通都可以视为毒品。可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毒品之所以无法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消失，是因为我们始终离不开它。本期视频就让我们走进毒品的历史，看一看毒品到底因何诞生，人类又是为什么割舍不下这个恶魔。说这个罂粟是毒品的重要根源，比如我们熟知的鸦片、吗啡、海洛因都是以罂粟或者罂粟提取物作为原料提取加工而来。因此罂粟被称为万毒之源，是所有毒品的祖宗。但是并非所有的罂粟植物都能制成毒品。整个地球上这个罂粟花总共有28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娇艳的野花，鸦片含量极低。这28种罂粟之中有2种能产出数量可观的鸦片，却只有1种容易栽培，而且抗病虫害，也不需要频繁的灌溉。这种植物的学名叫做鸦片罂粟。目前全世界的天然鸦片都取自它的果实。根据考证罂粟的祖先来自于黑海的安纳托利亚海岸，是在人类驯化栽培之下生长起来的一种植物，和一些像什么烟草小麦、大麦这些栽培作物一样，没有野生一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罂粟就成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比较有力的一条证据出现在西班牙，说人们发掘了一处距今数千年的墓地，墓地中埋葬的一名男子，他的坏牙中卡着一个罂粟壳。通过检测骨头确认，说这个人曾有过长期吸食鸦片的经历。再有说1989年的意大利罗马，人们挖掘水渠的过程中，在一处湖底无意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拉玛莫塔定居点。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个拉玛莫塔遗址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很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700年到前5230年。说这里的居住者们乘船从地中海来到这里，他们乘坐的一艘独木舟长度超过10米。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带来了猪、绵羊、山羊、狗以及一大批植物和种子，其中就包括罂粟。很长一段时间罂粟除了被当成药物，比如治疗牙痛、缓解咳嗽、分娩止痛以外，罂粟的种子还可以用来榨油，罂粟杆
可以充当饲料，很像今天玉米这样的农作物。后来呢，由于罂粟独特的药性，有人开始把它跟神学挂上了钩，使得这个罂粟一度成为一种神圣物品。鸦片也就在这个时期孕育而生。1929年啊，瑞典塞浦路斯考古探险队对克提昂古城进行了发掘。考古队在一座生育女神的神殿里，发现了人类已知的最早的一根鸦片烟管。这根烟管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以此作为依据进行推断，至少在公元前1300年，鸦片作为罂粟的第一个衍生毒品已经成功打入人类社会，并且被宗教、医生、学者们广泛使用。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在医学并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将医学发展成为专业学科，使之与巫术和哲学分离，因此今天的人们呢，将其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详细记录了如何用鸦片给妇女治疗妇科疾病的过程，还针对21种不同的病症总结出了鸦片的25种使用方法，可谓是把鸦片的应用玩出了花样。除了希波克拉底，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很喜欢罂粟。他在自己的《论睡眠》一书中就详细分享了一个用于治疗失眠症的罂粟药方。可以说，在整个古希腊时期，鸦片已经成了人们公认的药品之一，而且当时的医生们已经对鸦片的危害性有了认知。他们发现啊，接受过鸦片治疗的患者对药物会产生耐药性，部分人还会出现手脚冰凉、呼吸困难、呕吐的症状。这些症状呢，与现代毒品引发的副作用极为相似，只是因为鸦片显效快的优点，当时的医生们宁可忽略它的这一点点缺陷，从此罂粟这种毒品的原材料就与医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伴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罂粟也找到了培育它的温床。公元前2世纪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东西方之间的运输网络让沿线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中东地区迎来了贸易财富的大爆炸。随之发展起来的还有中东的医学。尽管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用鸦片治疗各种病症，但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鸦片作为麻醉剂的却是一位被称为拉齐的阿拉伯医生。拉齐是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位博学者，在阿拉伯的历史上，人们常常将其与希波克拉底相提并论。拉齐一生共撰写过2部影响巨大的医学专著，其中《医学集成》被誉为穆斯林医生编撰的最伟大的药学百科全书。在西方社会进入文艺复兴之前，这部著作一直保持着影响力。拉齐所处的时代是阿拉伯世界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巴格达的智慧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探索人类的奥秘，大量的学霸疯狂内卷的结果，让人类在麻醉、镇痛、外科手术以及药理学方面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拉齐从医以后特别擅长外科手术。然而高超的开刀技术没有与之匹配的麻醉做辅助，这让病人们对手术望而生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拉齐开始试着用鸦片替病人实施全麻，没想到他的这一尝试竟然给后来的医生们指明了方向。自拉齐之后，著名的波斯学者伊本希纳也写了一本名叫《医典》的书，明确地将人类身体的疼痛做了15种区分，并把鸦片列进了止痛药和麻醉剂的范畴。从此以后，鸦片彻底成为医生们研究止痛剂、麻醉剂的基础药品，应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时间进入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们从中东医学中学会了如何使用鸦片，鸦片也正式成为欧洲各大药房的必备药品。只是鸦片毕竟是鸦片，一旦服用过量仍旧会死人。为了让鸦片药剂更安全、更有效、剂量更标准，欧洲的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后摘下这颗果实的是一位来自瑞典的化学家
他就是巴拉塞尔苏。说起来啊，这个巴拉塞尔苏也是个奇人，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矿物学、化学领域也为人类贡献良多。可是反差的是呢，这位仁兄在世的时候，曾经一度被冠以江湖郎中、同魔鬼沆瀣一气的巫师之类的骂名。据说啊，巴拉塞尔苏的父亲就是个博学的医生，年轻时凭借医疗技术当过随队军医，游历过欧洲很多国家。受到家庭的影响，巴拉塞尔苏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长大以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家业，成为了一名医者。可是天赋有限，能力不足，行医以后口碑极差，常常被人骂成庸医。在这种情况下呀，巴拉塞尔苏只好把治病的热情转移到鸦片药剂的研究上。得益于丰富的化学知识，巴拉塞尔苏很快发现，如果利用蒸发的方式对鸦片进行处理，就可以大大增强鸦片的效力，对缓解病人的疼痛、减轻恐惧能够产生奇效。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方式可以让药剂师轻松控制药量，不会因为服用过多而危及生命。这个发现弥补了当时的人们在医学领域的缺陷。他兴奋地将这种药丸命名为长生不老石，也就是鸦片酊。对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呀，鸦片酊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它改变了鸦片在整个西欧社会的用途，号称可以扫除一切让人不舒服的病症。直到1个世纪以后，一个从剑桥取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接过了巴拉塞尔苏的接力棒，鸦片酊实现了再次进化。在17世纪，英国伦敦成了新的世界知识中心，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医学领域更是尤为突出，解剖生理研究成了医生们热衷的新课题。可就在这种集体钻一个牛角尖的情况下，却走出了一个另类，他就是托马斯·西德纳姆。和巴拉塞尔苏不同，西德纳姆是个胸怀博爱、重视医德的医生，他关注病患的感受，体谅病人对治疗手段的畏惧，是世界公认的医学及流行学奠基人，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关于风湿性舞蹈病、痛风性关节炎的观察与研究。也因为见识了太多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让西德纳姆一生都钟情于鸦片。他曾说，在全能的上帝赐予人类缓解痛苦的良药中，没有一种能像鸦片一样包治百病，功能强大。在这一时期服用鸦片制成的药丸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于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西德纳姆改良了鸦片酊，将其制作成更容易口服、副作用更小的滴剂。鸦片酊也从单纯的止痛药发展成了安眠和退烧的常备药。与此同时，西德纳姆的朋友约翰洛克也在鸦片类药物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准确的讲呢，这个约翰洛克原本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经验主义者之一，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有着自由主义之父的名号。在哲学领域，伏尔泰、卢梭都是他的粉丝。然而当时的大佬们十分热衷于跨界。在就读牛津大学期间，洛克结交了不少科学家朋友，经常跟他们一起工作、讨论、搞科研，还利用课余时间拿了个医学学士学位。又因为医学知识过于扎实，在不搞哲学的时候，他就转而写严肃的医学论文。说1676年，洛克在欧洲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报告，一不小心就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撰写该领域论文的学者。当时的一位诺森伯兰伯爵夫人患有严重的口腔疾病和面部神经痛，她的丈夫呢是英国驻法国大使，法国的医生甚至拔掉了她的2颗牙齿，但是仍然没有治好。就在几乎患上永久性神经痛的时候，伯爵夫人找到了洛克，想让他给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洛克致信给包括西德纳姆在内的同行们，信中详细描述了伯爵夫人的病情，并请求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在西德纳姆的建议下，洛克将鸦片酊作为挽救伯爵夫人的良药。尽管这段历史为洛克自己
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可是这件事情呢，却为人类使用鸦片类药物治疗神经疾病赋予了里程碑式的意义。鸦片丁以及含有鸦片丁成分的各种药物迅速成为神经痛以及相关疾病的标准药物。此后数十年时间里，研究这类药物的医生越来越多。1721年，英国的药品名目上赫然出现了一款名为哮喘万灵丹的药剂，这是当时的一种新型鸦片丁。说这款药不仅能够用于治疗咳嗽、哮喘和腹痛，还被用来当作止哭剂，安抚不安分的儿童。无独有偶，8年以后，一位叫多福的医生享誉欧洲，因为他用鸦片、硝酸钾、硫酸钾、甘草等成分调配出了一种多福粉。这个多福粉曾作为最新的鸦片类药剂被销往世界各地。不同于之前的鸦片丁，多福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直畅销了20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军医的药箱里常常装有大量的多福粉，在印度被使用的则更加久远，直到1994年才被全面禁止。在18世纪，鸦片丁止痛药多福粉几乎成了每个欧洲家庭都拥有的常备药。底层穷人拿这些药当作提神红牛，用以维持高效的劳动；上流社会的文化人则把它们当成灵感源泉，甚至有医生建议产妇分娩服用鸦片丁，给断奶阶段的婴儿服用少量鸦片，甚至有托儿所为了防止小孩哭闹，会特意准备一种含有罂粟成分的糖浆。据说这款糖浆在18世纪末曾经一度风靡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专利药品之一，并且在全世界得以普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对鸦片的破坏力无动于衷。早在1742年，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学药物学教授查尔斯·奥尔斯顿就发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篇对鸦片进行的药理学分析报告，并且在文中明确强调鸦片能够直接作用于神经。10年以后，同样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全科医生乔治杨也发表了一篇关于鸦片制剂的论文。这一次，鸦片被直接定性成了慢性毒药，并且警告所有使用者一定谨慎对待。然而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关注。医生、药剂师、化学家们为了能够获得针对性更强、质量更好的药品，反而加紧了对鸦片的进一步研究。于是呢，两头更恐怖的怪兽被制造了出来，它们就是吗啡和海洛因。时间来到1800年，欧洲的化学家们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他们细化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学科。很多化学家开始尝试了解各种药物的作用原理。同时呢，医疗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组织性也更加严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鸦片得到了第二次进化。1804年是个神奇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干同一件事儿，提炼吗啡。20岁的德国药剂师塞尔蒂纳，巴黎化学家阿曼德·塞奎因，法国实业家查尔斯·德洛森，3个背景不同、职业不同的人，都在为着各自的目的，努力想从罂粟乳胶中发现点什么。结果呢，在这场提炼大竞赛中，化学家塞奎因率先胜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提炼吗啡的人。后来年轻的塞尔蒂纳也完成了提炼实验。当时的他一心想要开发一种新型安眠药，于是呢，就以古希腊睡神墨菲斯的名字为这种碱性晶体命名为吗啡。吗啡的诞生预示着毒品的进一步泛滥，也让药品生产和药品消费进入了新纪元。1827年，德国著名制药公司默克药房率先大规模提炼销售吗啡。在掌权人海因里希·默克的推动下，默克公司发明了最好的吗啡提纯技术。依赖这一技术，默克公司扛住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举拿下了德国生物碱领域的至尊宝座。当时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聪明的默克药房特意出版了一本囊括当时所有生物碱的小册子。吗啡作为其后畅销60年的大热单品，
被放在了书中最重要的位置。在这段对吗啡危害全然无知的事件里，吗啡作为一种新型、清洁、符合时代潮流的化学产品，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其中受伤最深的就是大洋彼岸刚刚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人受困于鸦片难以自拔，那么同一时间的美国人则遭到了吗啡的侵袭。19世纪的上半叶，美国一个叫塞缪尔·汤姆逊的养猪户，利用年轻时学习的草药知识，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健康指南》的医用手册。书中记载了不少所谓的治病偏方。尽管正经医生对这本书嗤之以鼻，认为很多治疗方法不科学，但是汤姆逊的疗法却深受美国民众的欢迎，同时呢，深深影响了19世纪早期美国人的就医观念。基于这种观念以及简单廉价的特质，含有鸦片成分的专利药在美国大行其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温斯洛夫人舒缓糖浆。据说这款糖浆每盎司含有60多毫克吗啡，尽管如此，它还是被直接推销给了那些焦虑的母亲。这种号称可以快速缓解疼痛的药剂，既可以缓解长牙期儿童的痛苦，又具备一定的安眠功效。制药公司甚至还打出了包治百病的宣传广告，吸引了大量家庭争相购买。当时的美国，男人们成天在工厂上班，女人们留在家里照看孩子，这些家庭主妇每天忙个不停，同时又会产生无聊感，所以呢，没过多久，温斯洛夫人舒缓糖浆就成了家庭主妇们排解心情的灵药。这种糖浆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因为它造成了大量婴儿的死亡，而这仅仅是吗啡屠戮美国的开始。巨大的商业成功让吗啡成了商人眼中下蛋的金鸡，欧美市场很快就出现了粉末状的吗啡，而皮下注射针头的事实出现，让吗啡迎来了继鸦片之后的又一个高光时刻。19世纪中叶，医学领域的发展已经全面开花，医生们的注意力不仅集中于新药的开发，也开始着眼于医疗器材的改革。皮下注射针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明出来的。有关记录显示的发明皮下注射针头的代表人物一共有3个，分别是爱尔兰医生弗朗西斯·瑞恩德、苏格兰外科医生亚历山大·伍德，以及设计欧洲标准针头的里昂医生查尔斯。3人之中，伍德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有那么一次伍德为了治疗一个患有神经痛的病人，用尽了治疗方法和药品，可是怎么都治不好，索性呢就开始尝试用注射器给患者的患处打吗啡。碍于当时的注射器管子都特别粗，针头也特别粗糙，伍德呢发明了一种便于固定在注射器上的细孔径针头。从此，皮下注射吗啡治疗神经痛的方法开始享誉医学界，也为日后美国吗啡泛滥埋下了祸根。转眼就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当时的南北方交战激烈，出现了大量重伤伤员。很多描述那个时期的小说都曾描写当时的战地医院，说地上不是堆着士兵们截肢下来的手脚胳膊腿儿，就是停放着刚去世的死者的尸体。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只能不顾后果，给伤员们使用大量的吗啡，用以缓解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这是吗啡滥用的第一个巅峰时期。据说为了兼顾治疗和战事，联邦军的一名外科医生只能骑在马上给伤员治病。来不及治病的时候呢，他就把吗啡分撒在自己的手上，让路过的士兵们直接上嘴舔。无限量的吗啡粉、吗啡丸和鸦片膏极大的遏制了军营和战地医院里肆虐的痢疾，但是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大量吸食吗啡的瘾君子。资料显示，美国内战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各地的医生几乎都治疗过吗啡上瘾的退伍老兵。这些人在战争中保住了性命，却要用一生承受吗啡带来的折磨。尽管美国官方一再否认，但是美国社会一直都有一种说法，美国内战共遣散了10万到30万染上毒瘾的军人。这些人离开军队以后，
就成了鸦片和吗啡的最大消费人群。1914年啊，耶鲁大学史学家珍妮特·马克思写过一篇美国麻醉品诅咒的论文。他说，面对麻醉品成瘾问题，历经过南北战争的美国老家族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它之所以被称为军队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就在美国人啊为吗啡感到头痛的时候，位于大西洋彼岸的伦敦圣玛丽医院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惊喜。当时的圣玛丽医院有这么2位化学家，叫做马希森和赖特。这俩人一个研究鸦片中的生物碱成分，一个主攻可待因和吗啡。2个人都想寻找一种不容易让人上瘾的止痛药，因此一拍即合，准备组队研究。可是还没等产出什么研究成果，年仅39岁的马希森就因为神经紧张自杀了，剩下赖特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继续奋战。很快呢，赖特发现有一种叫乙酰化的化学实验很有意思，能够极大的增强生物碱化学物的效力。于是在1874年的某天，赖特将这种实验方法运用到了吗啡碱上，竟然意外的煮出了2乙酰吗啡，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海洛因。提炼海洛因虽然需要一定的实验技能和耐心，但是整个物理过程却并不复杂。赖特呢，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毒王海洛因，也把制毒方法留给了后人。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使用赖特的方式生产制造海洛因。合法与非法的唯一差别也仅仅是生产规模的大小而已。不过赖特虽然发现了海洛因，但他本人并没有到处传播。真正让海洛因大放异彩，打出国际知名度的是一家德国企业，它就是著名的拜耳公司。1863年的8月1日，拜耳公司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拜耳与合伙人韦斯科特一起开办了一家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染料小工厂，取名拜耳作坊。他们之所以开这个厂子，主要是因为当时天然的染料在欧洲昂贵又稀缺，合成染料市场广大，前景广阔，大有可为。1869年，拜耳作坊合成出了一种新型染料，靠着这一手，他们不仅在动荡的19世纪做大做强，还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合成染料产业。后来呢，拜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易主新掌门卡尔·杜伊斯贝格觉得制药产业不错，就扩大投资，建起了一间研究药物和染料的科学实验室，招募了化学研究员海因里希·德雷瑟、亚瑟·艾辛格林，还有菲利克斯·霍夫曼，让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实验室有了，团队也有了，研究点什么呢？正好啊，当时霍夫曼的爸爸得了风湿病，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维持病情，但是市面上的止痛药副作用大，霍老爹吃了以后就胃疼呕吐，止个疼还得遭回罪，折腾的是苦不堪言。霍夫曼是个孝子，不忍心看老爸受折磨，回实验室就拉上俩哥们儿，他们要发明一款针对霍老爹这种病患的副作用更小的止痛药。说这霍夫曼啊，将水杨酸分子加入乙酰基，获得的改良版水杨酸止痛药效果还挺不错，回家就把试验品喂给了自己老爸。没想到霍老爹亲身试药以后，感觉效果惊人，既没有副作用还能止疼。于是乎，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合成药阿司匹林就这样面世了。与此同时呢，就在阿司匹林诞生后的第11天，霍夫曼等人又成功完成了海洛因实验。这个过程中，霍夫曼等人发现海洛因在镇痛方面要更加优秀，效力明显要强于吗啡。就这一下啊，拜耳公司算是捡到宝了。他们集中营销，将阿司匹林远销全世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转过头来就开始思考如何打造推出海洛因。本来研发小队负责人德雷瑟做海洛因的初衷是为了救治晚期肺病、肺结核的病人。当时呢，这2种病都被视为绝症，病人得吃药吃到死为止，所以海洛因的最初受众只有这一类型的病人。救治的过程中，德雷瑟发现海洛因不仅具备优秀的止咳功能，还拥有很强的镇定效果，能够让患者获得更有质量的睡眠。吃了海洛因的病人
也觉得这药可太好了，吃完是通体舒泰，舒服至极，争先恐后要求继续接受治疗。老实说接下来的故事不法分子听了会羡慕不已，守法的人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看到患者对海洛因如此的认可，拜耳高层更是喜出望外，立刻发动营销团队给海洛因打造人设，先是将2乙酰吗啡制剂更名为2醋吗啡，而后呢又给这种药剂取了海洛因这个在德语中意为英雄的名字，还以最快的速度申请了专利权。经过一番炒作，海洛因在欧美地区刚一上市就迎来了购买热潮。由于受众病人的原因，海洛因的成瘾问题一直没被人发现，反倒是它优秀的药效被传得越来越神。到了20世纪初，海洛因和阿司匹林已经成为拜耳公司的2大金字招牌，治疗和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有段时间海洛因治疗的病症比阿司匹林还要多。最离谱的是，由于海洛因的制作工艺简单，价格低廉，药厂和药店为了促销就变着样的整花活，比如往海洛因里面加玫瑰水，在药片外面裹上巧克力糖衣，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促销方法。还有一些药店呢，主打一个量大管饱，把海洛因做成100粒一包的大剂量对外出售。至于那些含有海洛因、大麻成分的止咳糖浆，更是深受小朋友们的欢迎。都说财帛动人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拜耳公司乘胜追击，将海洛因冠以不会上瘾的吗啡，病患的年龄层也不断的拓宽。1900年，为了便于民众购买，拜耳公司在美国开通了邮购服务，人们可以从纽约的拜耳零售店获得包括海洛因、盐酸海洛因以及阿司匹林在内的任意样品，再通过邮购的方式购买这些药物。截止到1902年，海洛因已经给拜耳公司贡献了 5% 的净利润，是拜耳公司重要的财源之一。与之相对的是全球各地诞生的数十万瘾君子和不断攀升的犯罪率。1899年爆出了第一例海洛因成瘾案例，可是不管是大众还是拜耳公司都没有对此加以重视。后来呢，部分有良知的药剂师开始向大众科普海洛因的危害，触动了拜耳公司的核心利益，惹恼了拜耳的那些经销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斗争和博弈。当时拜耳公司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如果有人敢说海洛因不安全，那就把他们打到闭嘴不言。这一闹就闹了10来年，直到1913年，拜耳公司才决定停止生产海洛因。但是这个时候的海洛因已经在欧美地区生根发芽，所以有人曾调侃说，一部拜耳制药史，半本瘾君子的辛酸泪。医学和毒品，一个治病救人，一个残害健康，原本应该是对立的2个天敌，却在因缘际会之下走到了一起，还相爱相杀了上千年。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医学的发展，才制造了如今多种多样的毒品，也正因为医学的发展，人类才始终摆脱不了毒品的纠缠。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毒品流传至今的本来面目。进入到21世纪，依靠科技革命，制药业也在不断创新，生产着品质更高、效果更好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这直接导致毒品的种类不再拘泥于传统，也更加容易获得。正如普渡制药公司在90年代大卖特卖的奥司康定，人们根本不把这些东西当成毒品，但是这些药品的确让成千上万的瘾君子飘飘欲仙，也让很多普通人从吃奥司康定转向注射海洛因。同理可证，如今受制裁的芬太尼很像第2个奥司康定。美国如今所面临的毒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甚至要更加棘手难以遏制。时至今日罂粟仍然是全球最大交易量的商品之一。只要人们还需要止痛产品，需要鸦片类药物，毒品就不会远离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彻底从世界上消失。珍爱生命，请保持警惕，远离毒品，扫毒禁毒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感谢您
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